13号机展开胸前手臂，为了拯救世界，真嗣握住2把长枪，不顾众人的劝阻，他将长枪从残骸中奋力拔出。可拔出来的瞬间，长枪竟变成了2把一模一样的朗基努斯之枪。就在此时，莉莉丝的残骸骤然爆裂，浓稠的血水喷涌而出。13号机手持双枪悬浮于血海之上。就在不远处，6号机也解除了封印，可那早已不是曾经的机体，他被第12使徒彻底寄生。曾经中断的第3次冲击，在此刻以更猛烈的姿态重启。使徒化作成漫天的黑色粒子，瞬间便将13号机紧紧包裹，形成了一层密不透风的光茧。林月香驾驶2号机疯狂攻击，可使徒的全身都是核心，根本无法造成丝毫伤害。而光茧内的13号机操控权限全被锁死，无论真嗣与主勋如何挣扎，都无法夺回机体内的控制权。主勋终于看清了事情的真相，定元堂从一开始就在利用他也从第1使徒彻底沦落为第13使徒。下一秒，13号机睁开猩红的双眼，双肩的拘束器应声崩裂。13号机正式觉醒神话形态，他身披双重天使光环，手持双枪从地底横冲直撞，直接突破层层建筑的阻拦，一路飞升至万米高空。随着他的升空，加夫之门缓缓开启，满目疮痍的大地再次被撕裂，巨大的黑之月从地底缓缓升空。第4次冲击的预兆已然笼罩了整个世界。主勋脖子上的自爆项圈突然自行启动，就在这危急时刻，一阵剧烈冲击骤然袭来，直接撞飞了13号机。梅里带领奇迹号及时赶到，舰体全力展开 AT 立场，试图将刚觉醒的13号机彻底封印。可凌波丽驾驶的9号机立刻发起反击，直接刺穿了奇迹号的引擎，将其击落。紧接着9号机降落在奇迹号舰体上，在他的脚底伸出无数蓝色触手，疯狂入侵战舰的控制系统。就在这千钧一发之际，林月香驾驶2号机及时支援，径直劈向9号机的躯体。可9号机的装甲坚不可摧，寻常招式根本无法将他打败。林月香见此果断启动了2号机的野兽模式，机体瞬间异化，利爪与尖牙暴涨，如同饿狼般扑向9号机，疯狂撕扯他的脖颈。驾驶舱内的凌波丽满脸惊恐，立刻启动了弹射程序。2号机对着9号机的核心持续射击，终于将其击倒。可下一秒，9号机的躯体突然泛起红光，请再次启动。这架机体全身都是核心。林月香咬了咬牙，做出了最后的决定。他启动了2号机的自爆模式，在驾驶舱弹出的瞬间，剧烈的爆炸吞噬了2架翼。奇迹号的控制权重新回到了梅里手中，可战舰受损严重，早已失去了战斗能力。第4次冲击仍在继续，觉醒神话的13号机俯视着众生，将2把长枪插进了自己的核心。主勋的自爆项圈彻底激活，随着一声爆响，他的生命体征彻底消失，失去大半神力的13号机开始从高空跌落。可加夫之门却并未关闭，真嗣才是引发冲击的真正钥匙。珍惜波见状，驾驶8号机纵身一跃，跳到13号机的机体上，强行将真嗣的驾驶舱弹出。失去真嗣的13号机瞬间褪去神话光环，重重的砸向地面。随着他的坠落，加夫之门缓缓关闭，巨大的黑之月残骸从天际坠落，最终消失在云层中。第4次冲击终于停止。